快闪开啊！刹车失灵了！快！闪开！闪开！我居然获得了透视神眼，不但能透视，还能鉴别古玩的真假，真是太好了！那我以后靠捡漏古董就能挣大钱了！你个臭送外卖的，你打碎老子的唐三彩，价值8万，赔钱！啊！唐三彩瓷瓶赝品价值50元，别给老子装傻，赶紧赔钱！这8万少1分，老子就打断你的腿！你这分明就是个赝品，你还收我8万，最多就50块钱。小子，我这唐三彩可是古董，你别不想赔钱，就说这是赝品，你赶紧赔钱！我说赝品就是赝品，哎，你们看看，这词里明明写着义乌制造厂制造的，就是个工艺品，你还敢要我8万块钱？就是个工艺品，你还敢要我8万块钱？如果我这工艺品就值8万，那我把我家碗拿过来啊！不要多，就要4万。老板，你收不？小子，你真是找死！五爪盘龙像价值80万。这些赝品里居然有个真货，这个漏捡下来，少说能挣70万。你还敢躲？老子弄死你！等等，孙老板，你这漫天要价，我也不可能答应。要不然这样吧，你看啊，咱们各退一步，我花钱买你这摊上这个五爪盘龙，怎么样？刚才的事儿咱们就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了。大事化小，你想得美！你今天不拿出20万，我不会让你离开的。这么说，你是不打算好好谈了是吧？没错。那既然这样，行，那我打电话报警啊。这五爪盘龙像可是我花20块钱淘来的，那唐三彩瓶我花了200元，他要是报警，我可是一点好处可得不到啊。哎，慢着，也不是不能商量，这样，给我200，哎不，2000，这五爪盘龙像你就拿走，至于你刚撞碎的唐三彩瓶嘛，不是你那事儿就算了。行吧，算我倒霉，2000就2000了。这老板不识货，哼，这可是价值80万的五爪盘龙像啊！转过去了啊，赚了，嘿嘿嘿嘿，赚了！接下来就是找个最安全的古董店，将这个五爪盘龙像卖了赚钱。你老板呢？麻烦让你们老板出来，我有件宝贝要卖。一个送外卖的能有什么宝贝？别耽误我林老板做大生意，赶紧滚出去！我是真有宝贝要卖，不信你看。什么破铜烂铁，也配进我林慧楼？住手！住手！客人的古董也是你随便就能摔的？老板，这就是个假货，不值什么钱，还想拿到我们店卖？我现在就给他摔了，省得他再出去骗人。有眼无珠的东西，这五爪盘龙像是正品，差点就被你毁了。你被开除了，现在立刻滚！老板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别开除我。滚！我不想说第2遍。小兄弟，这五爪盘龙像，你打算卖多少钱？80万。好，我现在就转给你。不愧是林慧楼的老板，一眼就能看出这五爪盘龙像的价值。那就多谢林老板了。林老板，这个青花云龙盘，金陵第一鉴宝大师鉴定过的，价值200万，你收了吧。这青花云龙盘，若真是清朝乾隆时期的物件儿，200万的话也可以。赝品价值20元。林老板，若这只盘子是假的，是个赝品呢？赝品？臭送外卖的！你胡说八道什么？这可是价值200万的清乾隆时期的古董，送完你的外卖，赶紧滚！小兄弟，你懂鉴宝吗？略懂一些。那你能说说，
这青花云龙盘为什么是假的吗？这青花云龙盘明显就是现代的做旧工艺，边缘磨损不一致，做工粗糙。而且你看这个，明显就是个赝品，最多值20块钱。还真是做旧工艺，根本就不是什么清乾隆时期的物品。你给我个合理的解释，不然我是不会放过你的。林老板，他就是个送外卖的，你怎么能相信他呢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我拿错了，我现在就去给你拿真的去。小兄弟，不，我应该尊称你为刘先生。我想邀请你加入我们灵慧楼，担任我们灵慧楼的首席鉴宝师，1个月50万，你有兴趣吗？既然林老板诚心邀请，我也不好拒绝，我答应了。1个月50万，也算是一份不错的收入。再加上林老板人也不错，以他的身份和人脉，以后赚大钱很容易。为了表达我的诚意，我现在预支你1个月的工资，你先花着。另外，我不会限制你的自由。对了，你一会儿有事吗？能不能陪我去见一个人？他收藏了一个藏品，想要卖给我，我想让你帮我鉴定一下。我也没什么事儿，没问题，走吧。陈老板。林老板，你来了。你们先等一等，喝喝茶，等牛大师给我鉴定个宝贝。林老板，这是谁呀？这是金陵第1鉴宝大师牛大师，鉴宝360次，从未失手过，是金陵有名的大师。哦，这么厉害。哎，牛大师，我这个七彩琉璃盏能值多少钱啊？陈老板稍等，一会儿我就告诉你鉴定结果。七彩琉璃瓶赝品价值100元。我这可是花了20万买的，我想让它值更多的钱啊！我想让它值更多的钱啊！不好意思啊，这鉴定一个瓶子而已，需要这么长时间吗？况且这只是一个赝品。陈老板，这是什么人？你难道不知道我在鉴定的时候是不允许有人插嘴的？这是林老板带来的人，我现在就告诉他不要说话哈。哎，林老板，你告诉一下你朋友，不要打扰牛大师鉴定啊。刘先生，咱们还是先等牛大师鉴定完吧。不管是赝品还是真品，都等牛大师看完再说。陈老板，这件七彩琉璃盏乃是唐朝所制，这盏身纹理自然细腻，七彩之色完美融合，经过我的鉴定是真品无疑，价值在120万。哎呀，太好了！感谢牛大师，30万的鉴定费，我一会儿就打你账上。嘿嘿。哎，小子，刚才是你说这个七彩琉璃盏是假的，有什么凭证？如果你能拿出了凭据，这30万的鉴定费就是你的。这老头是想给我送钱呀！既然如此，那我收下了。这七彩琉璃盏根本就是一个现代的仿品，采用了现代工艺上色，色彩极易脱落，轻轻一擦就擦掉了。不信你试试。这怎么可能？我鉴定过360次古董，却无一次错误，这怎么会这样？这可是我花20万买的呀，竟然买个赝品！李先生，你真是神了，竟然在牛大师面前略胜一筹。回去就给你加工资。这些不都是很基础的鉴宝知识吗？况且我刚才也提醒他了，关键是他不信我呀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师从何人？我叫刘晨，没有师傅，只是喜欢一些古董，所以就学了一些鉴宝知识。那你愿不愿意拜我为师啊？我可以教给你我全部的鉴宝心得。恕我直言啊，你当我师傅实力还不够。当然，若是你愿意拜我为师，我倒是可以考虑一下。狂妄！哎，等等，刚才我们可是赌了30万啊，怎么不想给就想走啊？哼，我转给你。
收款到账30万元。谢谢牛大师给的30万。小子，你敢不敢跟我赌一把？如果你赢了，我给你道歉；但是如果你输了，把那30万的费用退给我。行，但是我要是赢了，你得给我100万。好，说吧，你想赌什么？鉴宝、赌石，还是什么其他的？那就赌石。小子，赌石那可是我擅长的，这次你必输。小子，刚才是牛大师看走了眼，但是牛大师最擅长的就是赌石，他早就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，曾经在金陵拍卖会上开出价值2000万的帝王绿。你跟他对赌，你输定了。是吗？那你说这话的意思是，你也想跟我赌啊？这又何妨？你要是赢了，我个人单独给你100万；要输了，你要给牛大师道歉，还要给我们每个人100万。你敢吗？有什么不敢的？刘先生，你就不要跟牛大师打赌了，他在赌石界可是泰山般的存在，咱们没啥胜算的。林老板，待会儿就让你看一下我赌石的实力。说吧，原石我们是从滩上找，还是去古玩店里淘啊？哎，我店里刚好有一批原石，你们可以任意挑选。两位，你们谁开出来的翡翠价值高啊，谁就赢。请选石。你现在认输还来得及。我的人生字典里啊，就没有认输2字。青蛙重破，价值200万。居然是重破化石，这是可遇不可求的呀！这次我必定能赚500万，真是太爽了！就你这块黑不溜秋的石头也能开出绿，真是可笑。能不能开出绿啊？你一会儿就知道了。刘先生，这块石头这么普通，很难开得出绿来，要不我们还是再换一块吧？没事儿，就是这块看似普通的石头，就能让我们赚钱了。你那块原石啊，放在角落已经很久没人选了。说白了，它就是一块废石。你这次输定了。我给你提个醒啊，你要是输了，你可是输给我们230万呢。哎呀，即便是块废石，赢你们也足够了。狂妄！我就让你看看我是怎么开出帝王绿的。看到了吧？虽然不是帝王绿，但最起码也是翡翠绿，价值20万元。师傅，这块是我的。这竟然是重破化石，还是青蛙重破化石，这起码得值200万以上啊！这怎么可能？这明明就是一块废石，他是怎么发现这里面竟然有重破化石的？这怎么可能啊？这刘先生，你真是太厉害了！我现在才发现，这牛大师之前是浪得虚名，这么响亮的名号都是吹出来的吧？陈先生，你那个7彩琉璃瓶，幸亏我没有买，不然我可就亏大发了。哎，林老板，你这是从哪里找来的鉴宝大师啊？这实力比牛大师更强啊！这不能告诉你，你只需要知道，我的鉴宝大师以后会在金陵乃至大夏成为最厉害的鉴宝宗师。就从刚才的表现来看，刘先生的确有这样的雄姿。我输了，现在就把钱转给刘先生。刘先生，我输的心服口服啊！你的赌石能力啊，实在是让陈某佩服。我有个不情之请，能不能跟你交个朋友？以后你有什么需要，我绝不推辞。不打不相识，咱们现在不是已经是朋友了吗？好一个不打不相识啊！刘玉文，我算是看错你了。愿赌服输，现在就把输的钱转给刘先生。陈康，你喂，给钱啊！喂，表姐。潇潇，快带着你的鉴宝师来金陵古董市场，我在参加一场赌石，已经输了200万了。表姐，你又不懂赌石，怎么随随便便跟别人对赌啊？我让你来帮我，不是打电话来数落我。我现在已经找到了一个很厉害的鉴宝大师，他连金陵第一鉴宝大师牛宇文都打败了，我现在就带他去。太好了。刘先生，
我需要你的帮忙，单独付你50万的辛苦费，可以吗？没问题。刘梦晴，你已经输了200万了，还敢跟我继续赌？这有什么不敢的？一会儿我表妹就会带着她的鉴宝师过来帮我。今天你想赌多大，我都一定奉陪。既然刘总这么有魄力，那咱们接下来就玩个大的。可以啊。表姐，我们来了。表姐，这位就是我灵慧楼的首席鉴宝师，刚才就是他赢了跟牛大师的赌石对决。你放心吧，今天有他在，你肯定会赢钱的。刘梦晴，你是病急乱投医了吧？竟然找一个送外卖的来帮你赌石，你是觉得自己输的不够多吗？黄月，你闭嘴！潇潇，你不会被骗了吧？他只是一个送外卖的，怎么会赌石？表姐，你不能以貌取人，你就听我的吧。这样吧，要是输钱了，我给你垫上，这总行了吧？要是刘先生帮你赢了钱的话，你要给他50万的辛苦费。好吧，刘先生，接下来的赌石就拜托你了。既然你是刘老板的表姐，那我就帮你一次。这年头送外卖的都会赌石了，这也太天方夜谭了。我也很期待这个外卖小哥是怎么出丑的。两位准备赌多大的？给你个机会，你说吧。那我就不客气了，咱们赌1000万，谁要是输了就给对方1000万，还请老板做个见证。好，臭小子，你有这些钱吗？跟我赌这么大？我没有那么多钱啊，但是他们有。怎么，你不会不敢吧？这有什么不敢的？你这明摆着给我送钱呢，我怕啥？这石头你随便挑吧。刘先生，请。帝王玻璃翡翠价值260万。纯天然夜明珠价值800万。你懂不懂选石啊？在废料区选石。笑笑，刘先生到底会不会赌石啊？他怎么从废料区选石？这不是让我们输钱吗？表姐，你别担心了，你得相信刘先生的火眼金睛，他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，你就放心吧。两位都选好了，那我们就开始切石吧。出力！嘿呀，绿了！这是极品的玻璃翡翠绿，价值260万呐！祝贺王总啊，这可是价值260万的帝王玻璃翡翠呀！小子，这就是我的实力，我劝你还是趁早认输吧。我认输？我这还没开呢，你就能确定我输了？接下来啊，你可要瞪大眼睛看清楚了。老板，从最左边1寸的位置开始切割。哇！这可是纯天然夜明珠，价值在800万以上。天哪，这个外卖小哥真的开出了价值更高的东西，太不可思议了！是夜明珠，笑笑，你真是给我找了一个很厉害的赌石大师啊！你现在信了吧，表姐？刚才你是白担心了。是的，今天要不是刘先生，我指不定输多少钱呢。这不是真的，你肯定是作弊。我作弊？原石可都是摊子上的，况且我还是第一次来。合着你赢了就正常发挥，我赢了就是作弊啊？你是不是输不起啊？就是啊，王总，你这是输不起吗？你要是这样，你的名声可就臭了，以后没人给你做生意了。谁说输不起？这区1000万，我有的是钱。你不要得意，敢不敢再跟我赌一次？这次赌资5000万。你看要不要跟他赌？要是见好就收，我现在转给你100万辛苦费。要是继续赌，赢了算你的，输了算我的。我们要是见好就收的话，这位王总肯定不乐意。不如干脆一点，把他那5000万
也赢回来。那他岂不是要崩溃？这次我一定会赢的，把我之前输的全都赢回来。你赌石厉害，我就不信你鉴定字画也那么厉害，敢不敢跟我鉴定字画？我有透视神眼，一眼就能看出字画真假，跟我比鉴宝，简直是关公门前耍大刀啊！既然你这么喜欢给我送钱，那这个赌约我答应了。金老板，把你们店里的字画拿一幅出来，我们2个来鉴定。鉴定时间为30秒，不，10秒。不愧是王老板，对自己真狠啊！正好我店里有一幅收藏多时的画，我现在去拿。这幅画是我父亲购回的，之前我打算卖掉，但是他不同意，我就只能收藏了。这次要不是你们说起，我都把这幅画给忘了。这是清代郎世宁的《百训图》。现在你们开始鉴定吧。我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超能力鉴宝。话别说得太满了，容易打脸。百俊图赝品，价值5000元，其内部藏着一幅唐寅的房里唐山水，价值1个亿。我鉴定完了，这是清朝郎世宁的真迹，他采用了中西合璧的技法，马匹光影质感逼真，最起码值80万。这就是一副赝品，价值5000元。臭小子，你放屁！我师承朱光明大师，他可是大夏第1鉴画师，你竟然敢质疑他的弟子，你好大的能耐啊你！你凭什么说这是一幅赝品呢？这幅画可是我爸花了50万买来的呀！这个马匹画的就很粗糙啊，而且马匹光泽感差。我直说了吧，这马匹就是抠图抠上去的，用水一试就知道真假了。好。你们看，这幅画是不是假的？完了，完了！还真是，若是一幅画，应该一气呵成，将骏马画上去，而不是贴上去。没想到这么隐秘的地方，他都能看到，还真是鉴画大师的水准啊！他到底是怎么看出来的？我爸要是知道这幅画是赝品，那不得气死呀！这样吧，老板，你这幅画呀，我花1万块钱收了，你看怎么样？这幅画都是赝品了，你买它干嘛？这幅画呀，可是让我赚了5000万，当然要留作纪念了。好，我卖。这里面那可是唐伯虎的真迹，我捡这个漏，可价值1个亿呢。刘先生，你真是太厉害了，从今往后你就是我的偶像。刘先生，请收好您的画。撒钱吧。哎，请。该你了，王总。你这小子怎么不想给啊？这在场这么多人看着呢，如果这事儿要传出去，你的集团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，可别因小失大呀。黄月，你已经输了，你想要赖账，我可不答应。而且这赌约是你定下的。王总，真是让我鄙视，输不起啊！明明是自己的赌石鉴宝能力不行，还要找刘先生赌，现在输了还不给钱，真是一个铁公鸡。这种人就应该上征信黑名单。谁说我输不起？我只不过反应慢了一点，区5000万，我现在就给他转钱，这点钱分分钟就能赚回来。感谢王总的5000万，下次要赌石记得还找我。不过下次啊，赌注就得大一点。哎，王总，我送你，送你。刘先生，你的赌石和鉴宝能力已经超出了我的认知，我今天能认识你，绝对是我最大的荣幸。100万辛苦费，现在转给你。刘先生一次鉴宝就赚了5000万，真是我们看着都眼热啊！不是5000万，准确的说是赚了2个亿。2亿？刘先生，难道这幅画是真的？这幅《百俊图》呢，确实是假的，但是里面却内有乾坤。你们看。这里面有一幅唐寅的真迹，起码价值1个亿以上。刘先生，你的眼睛是在八卦炉练过吧？不然怎么会发现内藏乾坤的？那就谢谢你的夸奖了。我有一个预感，要不了1个月时间，你有可能会赚30亿，这还是保守的。借您吉言，
那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先走了。刘先生，请稍等。今天晚上有一场拍卖会，是我柳家和金陵徐家的比拼。柳家要是输了，我就要嫁给徐家的纨绔子弟。可我不想嫁给他，请您帮帮我。你放心，辛苦费不会少的。好。刘先生，你来了，这次你一定要赢，我的幸福就全靠你了。我尽力。对了，还有一件事需要你帮忙，适当的时候需要你假扮一下我的男朋友。行。慕晴，这么早来了，是迫不及待要嫁给我了吗？徐峰，你也太自恋了吧，我对你没有任何兴趣。慕晴，今晚拍卖会，我们徐家是稳赢的，你们柳家没有任何胜算。除非你要嫁给我，我就可以放水，让你们柳家赢，怎么样？不需要，我们柳家这次必赢，不需要你的施舍。而且我已经找到了比你们徐家更厉害的鉴宝师，同时他还是我的男朋友。柳慕晴，我不管你找的什么样的鉴宝师，我们徐家都会赢的。到时候你还是会嫁给我的。刘思海，今天的拍卖会你们柳家还是会输，我劝你还是趁早答应我徐家的合并，再把你的女儿嫁给我的儿子。我劝你不要执迷不悟，不然后果自负。徐自强，收起你那一套恃强凌弱的嘴脸。拍卖会还没开始呢，就以为我柳家会输？我告诉你，这次我们柳家一定会赢你们的。哼，刘思海，我说你怎么这么自信？原来是找了一个鉴宝师。我看他年纪轻轻的，估计也没有什么经验，你还真是病急乱投医呀。徐家主，注意你的说话态度。今天你们是赢不过我们的，而且我们柳家会吞并你们徐家。刘慕晴，你好大的口气！今日的拍卖会共有3轮，只要你们赢了其中1轮，我就给他500万，还有我许家产业的1/5。我说你们家大业大的，只能出500万，这未免太小气了。那假如我要是3轮都赢了呢？小子，你狂妄！小子，你要是赢了1轮，我们徐家给你2000万；赢了3轮，我整个徐家的产业都给你，就连我和我爸都称呼你为主人。但是你要第1轮输了，我废掉你1只手，还有柳家的1/5产业，怎么样？敢不敢赌啊？行，没问题啊，我应下了。柳慕晴，你是从哪里找来的极品？你们柳家输定了，这样赢你们，我胜之不武啊！徐峰，你现在就使劲笑吧，你一会儿就笑不出来了。请大家安静一下。欢迎大家来到本次拍卖会，此次拍卖会共有3轮，现在开始。接下来上第1件拍品，这是一件琉璃项链，清朝皇族女性物件，起拍价50万，每次加价不低于10万。怎么样，刘先生，可以拍吗？琉璃项链清朝赝品，价值50元。不能拍，这是一件赝品。等会儿他们要是竞拍，我就陪他们玩一下。刘思海，你请的鉴宝师不是很厉害吗？我们可要开始竞拍了。150万。金陵柳家300万。张先生，这琉璃项链值多少钱？徐家主，在我看来，这件琉璃项链最多值700万。那就好，我就让他知道我们的厉害。500万。我说你们这么大一个家族，竞价就这样稀稀拉拉的，有损身份呀！哎，金陵柳家650万。什么？这柳家请来的鉴宝师这么忙，有意跟徐家硬刚啊？是啊，这是把徐家架起来了。他们要是不继续竞拍，就会被人嘲笑。这小子是个行家呀！这个混蛋明知这个琉璃项链最多值700万，他竟然喊到了650万。我要是不继续竞拍，就会被他嘲笑。我这张老脸该往哪里放？好，我就跟你拍到底，700万。我弃权。恭喜徐家家主拍得此次赝品。恭喜啊！徐家斥700万巨资，购得50元赝品1个。
我的天哪，这什么操作呀？看来徐家主被坑了呀！柳家这个鉴宝师什么来头啊？竟敢硬刚徐家主，他可是金陵第一大家族啊！哎，不对，他是怎么看出来这是个赝品的？你说什么？小子，你敢戏弄我？这竞拍本来不就是这样的吗？我也没有强迫你跟着我竞价呀。而且看样子你带的这个鉴宝大师啊，实力也一般呀，连个赝品都看不出来。徐家主，你不要听这小子胡咧咧。凭我多年的鉴宝经验，这琉璃项链就是真品。真品？哼！这个所谓的清朝皇族的琉璃项链，看样子虽然有岁月的痕迹，但明显是现代加工的。你们要是不信的话，可以拿点水滴一下试试。啊，这怎么可能？他怎么看出来的？赶快给我滚下来，还嫌不够丢人！小子，这一轮我认栽，下面还有2轮，咱们走着瞧。哼！徐家主，你们第1轮已经输了，2000万可以打过来了吧？哦，还有你们徐家的1/5的产业。小子，徐家的产业1/5，我怕你一人吃不下。哼，那就不劳你费心了。徐峰，你当着我的面威胁我们柳家请来的鉴宝师，真以为我们柳家不敢和你们徐家开战吗？我就不信接下来2轮赢不了你们。银行卡到账2000万元。多谢徐少爷，接下来多多益善啊！第1件拍品已经由徐家家主开走，接下来开始上第2件拍品。这是一套紫砂壶，共计10件，明朝某位大官的物品，起拍价3000万，每次定价不低于200万。这套紫砂壶不错。先等等，我来看一下真假。赝品价值200元，2025年3月，仿制人江州。怎么样？是真的吗？哎，这是赝品，不过呀，待会儿可以跟他们玩一下。哎呦，这紫砂壶可是个极品啊！哎，你们许家要不要？不要的话，我们可拍了啊！你着什么急啊？张天魁，我可告诉你，你只有这1次活命的机会，要是再鉴别不出真假，我今天就弄死你！是的，徐少爷，我知道了。哦，徐少，这个紫砂壶是真的，可以竞拍。哼，3500万。哎，恭喜徐少以3500万拍得紫砂壶一个。小子，你怎么不竞拍了？不了，不过看着你做这么大的冤种，我还是有些不忍心啊。你真是太厉害了。小子，这可是一套价值3000万以上的紫砂壶，你竟然不竞拍了？看来你的鉴宝能力一般嘛。笑，一会儿呀，看你还能不能笑得出来。恭喜徐少竞拍3500万的紫砂壶。小子，这套紫砂壶的确是精品，你没有竞拍到，真是太可惜了。可惜吗？不可惜啊！来，睁大你的眼睛看一下紫砂壶底部下面写的啥。儿子，你怎么了？爸，我买了个赝品，我们又赔了3500万。没事，儿子，回去我就把他给杀了。徐家主，这跟我没关系啊。这外边是真的，谁知道那里边出了问题啊？再说他这个紫砂壶里边黑漆漆的，我也看不到啊。你看不见，那小子怎么能看见？明明自己能力不行，还敢给我狡辩！我告诉你，今天所有的损失都由你来赔。徐家主，我也没有那么多钱啊。那你还是把我杀了吧。你给我等着，我会把你杀了。现在滚一边去，看见你我就来气。徐自强，你也有今天啊，输的滋味不好受吧？柳四海，你不用得意，还有最后一轮，想赢你们容易得很。是吗？那我倒是要看看今天你怎么赢。哼，风儿，给朱宗师打电话。
这个佛像能竞拍吗？可以拍。好。朱宗师，你来了，就是那个小子，刚才赢了我几千万。只要你在最后一轮比拼中赢了他，我可以给你1000万的鉴定费。一个毛头小子而已，不足为虑。朱宗师，你看一下展柜上的那个万法佛像是真还是假的？值多少钱？是真的，不过最多值5个亿。是真的就好。这次我要让他们柳家赔个底朝天。刘思海，我已经请到了大夏最顶尖的鉴宝大师，这一场你们必输。是吗？也许输的人还是你们呢。小子，在朱宗师面前还敢猖狂？你以为你是谁呀？少废话，竞价开始吧。金陵徐家3亿，金陵柳家6亿。什么？他们两家开始拼财力了？我很期待，到底谁会赢啊？刘家请来的这个鉴宝师还真敢喊价呀！这明明都已经超过了这个万法佛像的价格了。小子，你有那么多钱吗？就喊这么多？他喊多少，我们柳家支持多少。倒是你们，敢不敢继续竞拍？爸，我们还要继续吗？这已经超出了这个万法佛像的最高价值了。徐家主，我建议不要竞拍了，这万法佛像根本不值6个亿。行，就听朱宗师的，我们不参与了。既然他们不跟了，那这万法佛像是不是就归我们了？小子，这佛像最多值5亿，你却用6亿购买，你真是愚蠢到家了。之前我们徐家亏的钱加起来也没有你们这1把多，柳家输定了。主持人，这万法佛像是我们竞拍到了，稍后这个费用柳家会转给你们的。现在能否先将这个佛像给我看看？好的。虽然你们请的这个高级鉴定师可能有点实力，但我今天就让你们看看你们是怎么输的。输？小子，你们花6亿买一个价值5亿的佛像，亏损1个亿，谁输谁赢，一目了然。你们以为我多花了1个亿买了这个佛像，但是你们不知道这个佛像里面有什么吧？我告诉你们，这里面是一颗价值10亿的舍利子。哇，怎么可能？我的天哪！什么？这太厉害了！这太不可思议了吧！怪不得这小子直接喊6亿，原来他看到了这里面有一颗价值10亿的舍利子啊！这真是火眼金睛啊，能看穿内部，太牛逼了！哇，真是神人啊！年纪轻轻的就有了超越大夏顶尖鉴宝师的水准，他以后的鉴宝能力会更加牛逼的。我们稳赢啊！看他们徐家这次怎么赢？那他只有给我们钱了哦，还有他们整个徐家，而且我这3轮比试都赢了，你们见到我是不是该叫我声主人啊？你欺人太甚！小子，你找死！怎么自己当众说的话不算数啊？我告诉你，现在你们整个徐家产业都属于柳家了，一会儿让拍卖会主办方做个见证，我们签订转让协议，从今往后再无徐家。徐家主，你们已经输了，愿赌服输，怎么还想赖账？我作为拍卖会主办方之一，肯定要帮刘先生做见证了。我现在就去打一合同。早知道我就不跟刘家对赌了，害得我把整个徐家都输掉了。徐自强，你不是狂傲吗？你不是看不起我们柳家请来的鉴宝高手吗？哼，打脸了吧？刘四海，你。徐先生，签字吧。徐先生已经签过字了，你看一下转让合同，说是没问题就签字吧。恭喜刘先生，已经获得徐家的全部产业，回头我们会帮你过户更名的。那就谢谢你了。
我们走。拍卖结束了，我们回去吧。刘先生的鉴宝能力真是太让我佩服了。今天晚上要不是刘先生，我们柳家真的要被徐家给吞并了。好在你力挽狂澜，救我柳家于水火之中。你帮我柳家赢了，我们会给你5000万的鉴定费，这钱你一定要收下，这是我们的心意。既然您都这么说了，那我就收下了。我还有些事儿，就先走了。好。慕强，像刘先生这样有本事的人，你今后一定要多走动。如果可以的话，处成男女朋友。像刘先生这样优秀的女婿啊，我是很喜欢的。爸，我尽量。好。林老板找我过来有什么事儿吗？刘先生，这是我的朋友王之鹤，他向来喜欢佛学，因此在知道你得到佛宝舍利后，就向我打听到你，想从你手中收购那个舍利子。刘先生，我是真心想买你的舍利子的，不知道你多少钱可以出手？这位先生，你愿意花多少钱呢？你也知道我这舍利子可不便宜啊，最少可值10个亿呢。不瞒刘先生，我也是混古玩圈的，在金陵古董市场也有一家店面，虽然营业利润不高，但也珍藏了不少古玩稀物。我对这个舍利子很感兴趣。10亿价格有些高，能不能便宜一些？这位先生，你也知道这舍利子价格不低，但若是我1分钱都不让的话，恐怕你也难以接受。那这样吧，我最近呢正好想开一家古玩店铺，正在寻找一些闲置的店面。若是您愿意把您那家店面转让给我，我再给您便宜个5000万，怎么样？店铺可以转让给您，店铺里的古玩您若是喜欢也可以留下。这里面的东西我过几天去看看，我会留下一部分，剩下一部分王先生都可以自己处理。好，那就按刘先生说的来，我现在就给您扫钱。银行卡到账9亿5千万元。这是舍利子。好，谢谢，再见。刘先生昨天在拍卖会很厉害啊，竟将徐家都给收了。你现在的身家也得有10亿了吧？有没有考虑把我也给收了？我这确实忙着赚钱，还没想过交女朋友的事儿。男人有事业心也是好的，我支持你。哎，对了，刚才你收购王之后的店铺可以交给我来打理，赚的钱我们4、6分，如何？没问题啊，非常可以。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开业？开业的话，后天怎么样？到时候还得请林小姐过来帮帮忙。这不是应该的吗？那我们后天见。下面有请刘先生为我们新店进行剪彩，大家鼓掌欢迎。好，感谢各位在百忙之中抽出空来参加我们的新店开业仪式。有了大家的支持，以后我们店的生意啊，一定会越来越红火的。在此，我刘某感谢各位。好啊！有我在，这店就开不成。这不是呢？这是发生了什么了？真谁呀？孙老板，你若是来捧场的，我欢迎；但是若是来找事儿的，那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了。没错，我就是来捣乱的。上次你花5000买了我的盘龙像，转手就卖了几10万，现在你得赔我100万，这事才能和平解决。再者，你也不想看到被人捣乱吧？孙涛，我既然已经买了你东西，卖了多少钱就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你现在马上带着你的人给我滚！我想跟你好好谈，但是你不愿意呀，那就别怪我动手了。来人，给我砸！住手！你知不知道你这种行为是犯罪的？滚！
欠我几十万，我现在这么做不也是为了逼他还钱？什么犯罪不犯罪的，你给我滚一边去，要不然我连你一起打。林小姐，没事儿，我来处理。孙涛，你别以为你砸了我的店，你就能高枕无忧了。我告诉你，我待会儿会统计我店里的所有损失，这一次我一定让你混不下去。哟，刘晨，你威胁我，你当我是吓大的？我告诉你，我表舅可是柳家的家主，我什么都不怕。孙涛，这。孙涛，你靠着我的名号在外面欺负人，你就是这样在外面败坏我的名声的。表舅，我这也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。刘先生，给您添麻烦了。这个孙涛啊，是我表姐的孩子，平常嚣张习惯了，经常用我的名号狐假虎威。你呀，想怎么处置他，我都不会插手，而且全程支持你。表舅，他就是一个送外卖的，你怎么称呼他刘先生，还这么尊敬他？咱们可是亲戚。闭嘴！你刚才是不是派人去砸刘先生的店了？啊！还不赶紧让他们给我出来！都他妈给我出来！快点的！快点，赶紧的！出来了，都出来了。哎呀，孙涛，你胆子可真够大的啊！竟然砸碎了这么多东西，还不赶紧向刘先生赔钱？刘晨，不，刘先生，您看赔多少合适？我们赔。这些明朝瓷器、清朝瓷花，还有这些名贵字画，全被你的人给毁了。我收你2000万。什么？2000万？2000万？一惊一乍的，你干什么呢？赶紧赔钱！要是再惹刘先生不高兴，我废了你！表舅，那可是2000万，他这是在抢钱。好，现在还在心疼你的钱，那就等着被刘先生废了吧！别，表舅，我给还不行吗？哎呀，我这是犯的什么贱，要来招惹刘晨？更关键的是，表舅还对刘晨那么尊敬。哎呦，我的2000万呐，以后我得坑多少人才能赚回来呀？哎呀，刘先生，2000万转过去了。再有下次，可就没这么便宜了。是，我知道错了，我再也不会了。还待在这里干什么？等着吃午饭呢！赶紧带着你的人滚！走，快走啊！刘先生，恭喜你新店开业，我和慕晴啊前来给您祝贺。多谢刘家主和柳小姐啊。对了，刘先生，今晚有个鉴宝大会，我想您一定会感兴趣的。鉴宝大会，看来我又能捡漏了，又可以赚不少钱了。行，今天晚上我会去参加的。感谢诸位来参加今天的鉴宝大会。下面我宣布一下规则：共计4轮藏品让大家鉴定，每一轮有3个藏品，找出真品就可以获胜，而且难度依次增加。最终获胜的人将会获得我们鉴宝大会的2000万奖金和价值极为珍贵的翡翠原石。想不到这鉴宝大会的奖金如此丰厚，这2000万我赢定了。现在开始上藏品。赝品价值50元，赝品价值100元。珐琅彩瓶，清朝雍正年间，真品价值10万。刘先生，你觉得哪个是真的？第3个。慕晴，你也来参加鉴宝大会啊？看上哪个了跟我说，我买下来送给你。不需要。不是，慕晴，我可是带了一个鉴宝大师过来，来，让他来帮你鉴定。这次的冠军非你莫属。不需要，你烦不烦人？
我自己带鉴宝大师了。不是，这小子谁啊？就他这样，典型的小白脸儿，你是不是被他骗了？这位先生的意思是瞧不起我？没错。既然这样的话，那不妨咱们来打个赌吧。我要是这4轮都赢了，你就给我300万，怎么样？好啊，我跟你赌，如果你赢了，我给你1000万；但是如果你输了，从穆景身边滚蛋。没问题。哼，自讨苦吃。小子，要不要我告诉你哪个是真品？不过跪下求我。请大家欣赏藏品。哎，哪个是真的？第3个。确定吗？请大家将选择好的藏品写在纸条上，交给我们的工作人员。第1轮通过的人有刘晨、韩文君、江淮、搜狐、贺庆以及赵德云。现在进行第2轮。斗彩鸡缸杯，明朝极品，价值30万；彩毡汉陶盘，赝品；唐三彩瓷瓶，赝品。小子，我看你看了这么久，是不是看不出来哪个是真的了？你看出来了？那是当然，我的鉴宝大师可是告诉我，这个彩毡汉陶盘是真的，而且价值至少值30万。你这鉴宝专家，9块9包邮淘来的吧？这简直就是胡说八道！这果然有钱人的钱啊，还是好骗啊！你什么意思？老夫鉴定过很多古董了，就没有出过错。韩少爷，你不要相信这小子，他是在胡扯。我胡扯？行啊，那我今天就给你普及一下鉴宝知识吧，也让你深切知道你和我的差距。这彩毡汉陶盘看起来确实像那么回事儿，但如果你细细一看，就能发现，它外壁光滑，但是盘口却有几处人为制作的缺口，而且这物件明明是明朝的，但这缺口看起来像是新的。难道我真看错了？怎么样？他说的是真的吗？是的，是我看走眼了，刚才没有用放大镜，保证没有下次了。废物！我他妈把你眼挖了信吗？本想装个鉴宝专家，滥竽充数一下，骗点钱就完事了，谁知道碰到个真的鉴宝专家。哎呦，我的命真苦啊！第2轮通过的人有刘晨、江淮、赵德云。现在进行第3轮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第3轮和第4轮的规则改动了，最后1轮都是真品。我们需要让鉴宝人帮我们鉴别出最具有价值的一件藏品，鉴别价值更高者获胜。干嘛呢？过来呀！豁出去了，上！
刘先生，我看着这个紫砂浮雕盘龙杯很不错，瓷器呈广口，造型规整且周正，胎质紧致细腻，釉面细腻十分，很有玉质感。但釉色又呈青色，青白结合，极具美感。你觉得怎么样？清朝真品价值5万，明朝极品价值300万，明朝真品价值80万。快点啊！到底哪个呀？到底哪个是真的？这个最贵。小子，这下你看不出来了吧？你不是挺有能耐的吗？韩少爷，你这1000万准备好了吗？说实话，这1000万啊，是我这辈子挣过最容易的钱。不相信你还能看出来？好，那听你这话意思，是你还想跟我打赌？我是很欢迎的，说吧，你还想加多少赌注？那就加500万，等你输。好，你一会儿就知道我是输还是赢。刘先生，你觉得哪个是真的？我选白龙纹扁平，价值300万。至于紫砂浮雕盘龙杯，价值5万。双耳撇口瓶，价值80万。刘先生，你要不再想想，这可是最后一轮。不用想了，我就选白龙纹扁平。好，既然你已经决定了，我支持你。穆晴，这小子是没救了。明明是这个紫砂浮雕盘龙杯最值钱，可他却说白龙纹扁平还价值300万，你说可笑不？他说的对，你有意见可以保留。穆晴，这小子他有什么魅力啊？他有我帅吗？他？小子，这次你肯定看走眼了，等着认输吧，等着你跪下磕头认错。恐怕要让你失望了。我们本次鉴宝大会的比赛到现在为止已经全部结束了，现在获奖者名单就在我的手上，获奖的人将会获得我们鉴宝大会的2000万和3块品质上好的翡翠玉石原料。冠军呢？快点宣布冠军呀！就是快点宣布冠军！大家不要着急嘛。那么我们今晚的冠军就是刘晨。我的天啊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真没想到啊！对呀，是啊，真没想到。好啊，太不可思议了！居然是他！什么？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真的是这文扁平？难不成刚才那瓶子是明宣德？是，这确实是出自明宣德。这市面上的白龙纹扁平，在市场上的报价也就100来万，但是你仔细看就能发现，这个瓶身上还有一条桀骜的白龙。这一看呀，就是明代宫廷御用瓷器。我没猜错的话，它的市场价值应该过亿了。妙啊，后生可畏，后生可畏啊！刘先生，这是我们鉴宝大会举办方为您准备的2000万现金，还有3块品质上好的翡翠玉石原料。谢谢。刘先生，这些翡翠原料你可有用处？我没什么用，你想要吗？送你。这怎么能行呢？这些都是你凭实力拿的，怎么能随便说送就送呢？这样吧，你开个价吧。行，那既然如此，你给我300万就行了。这可是价值不菲的3块原石，价值应该在700-800万以上。刘晨只要了300万，几乎是半买半送了。谢谢刘先生。这次鉴宝大会，我又一次捡漏，赚了2300万。哎，不对，还有跟韩文君打赌的钱，他还没有给呢。哎，去哪儿啊？刚才我们打赌，你已经输了。这场比赛我赢了，1500万
该转给我了吧？这1500万你能不能少要点？我10年生活费呢，你要是都要走了，我这10年就要吃土了。你可是韩家大少爷，1年的生活费只有150万，看来你这生活也挺苦逼的嘛。你放心，我会施舍你一些的，不会让你饿肚子的。谢谢。银行卡到账1500万元。哎，银行卡到账250元。不是，你这打发要饭呢你？不然呢？别太可恶了，赶紧滚吧，不然到时候呀，你连公交车都赶不上了。走，走吧。2位请留步。你有什么事儿？小子，我看你在鉴宝方面有极高的天赋，不如做我的徒弟，怎么样？我刚刚看你就比较眼熟，难不成您是金陵鉴宝协会的副主席之一，赵德云先生？那都是过去了。不过您就别妄想了，刘先生可是连牛宇文的徒弟都不当，怎么可能会当你的徒弟？什么？是我唐突了。赵先生也不必如此，并非我刘成看不起谁，只不过呢，我只是不喜欢当别人的徒弟罢了。我们先走了。走吧。林小姐，这大半夜的还来照顾我生意啊？刘先生可真会开玩笑，这么晚找你，是有事想让你帮忙。林小姐，你说，只要我能帮得上的，我一定帮。我和许家大少爷许墨有个婚约，我不想嫁给他，我想让你假扮我男朋友。那个许墨对古董极具天赋，我想让你跟他比赛，赌注便是我和他的婚约。若他输了，就可以趁机解除我跟他的婚约。当然，这件事我不会让你白帮忙的。事成之后，我会转给你300万作为辛苦费。行，没问题。哟，这深更半夜，你们孤男寡女干什么呢？别忘了，你我可是有婚约的人。许墨，你跟踪我，我都告诉你了，我不可能嫁给你，能不能不要再缠着我了？潇潇，我是真的喜欢你，我们郎才女貌多配啊！嗨，你干什么？你放开我！潇潇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就答应我吧。许墨，我已经有男朋友了。对，我就是潇潇的男朋友。我觉得你们那个婚约啊，根本就不算数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？竟然敢这么跟我许墨说话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识相的话，就离潇潇远点。许墨，我之前都跟你说过，强扭的瓜不甜。不如这样吧，我们比个赛如何？你们想怎么比？我听闻许少爷是不是对古董颇有研究啊？我正好呢也略知一二，不如咱们就来比古董类，这样也公平一些。到时候也可以请一些古玩界的知名人士来参加，你觉得呢？当然没有问题，你就等着吧，我一定会让你退出。比赛就定到后天中午。另外，我要是赢了，你就从潇潇面前滚蛋。没问题。另外再加500万。也行。那如果是我赢了呢？你要是赢了，我给你2000万。哎，你说的啊，别忘了。不守难得。小心台阶啊！我没事。什么？那小子果真有这么厉害？是的，少爷，我们都已经核实过了，这小子的眼力极好，看中的东西都是价值不菲的宝物。据说牛老还在想收这小子为徒，都被他拒绝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怪不得这小子是那副狂妄的表情。
不是，你来干什么？这距离比赛只有2天时间了，你不会是想反悔吧？好你个刘晨，我派人问过了，你是个鉴宝高手。既然如此，我们的比赛并不公平。哼，这小子果然是来反悔的。小人就是小人，上不了台面。唉，不是，这何来不公平一说呀？我又没作弊，这比赛不是你自己说要举办的吗？啊，许大少，你真是来取消比赛的？谁说我要取消比赛？我都已经当着潇潇的面答应下来了，现在反悔，这不明摆着让他看不起我吗？那你想怎么样？我想让你在这次比赛中输掉比赛，把林潇潇让给我。价钱随你开。我看你这古董店每年挣不了几个钱，我给你的钱够你挥霍一辈子。这笔交易怎么样？行，随我开是吧？那我要你许家的全部财产，你愿意吗？敬酒不吃吃罚酒，口出狂言，还想要我们许家的全部财产，你配吗？行了，那这件事就没得商量，比赛会如期举行，你爱参加不参加？我店铺已经打烊了，请回吧。好你个刘晨，你给我等着！我告诉你，林潇潇一定是我的。哼，傻逼！唉。刘先生，你现在在哪儿？我去接你，来我女朋友店铺这边。胡会长，你把位置发给我吧，我现在过去。也好。嗯。老公，你心不在焉的看什么呢？哦，我在等人呢。唉，我都快着急死了。一会儿我们价值1个亿的玉石马上就要运送过来了，陈大师却临时有事来不了，我正发愁这些玉石该怎么鉴定呢。老婆，你不用担心，我请来的鉴宝大师正在来的路上，他的鉴宝能力还是很强的。真的吗？那当然了。江玲玲，你要是求求我呢，我可以把我店铺的韩大师借给你。徐洋洋，你的人我可不敢用。上一次就是你所谓的韩大师过来帮我鉴宝，直接让我亏损了2000万，这笔账我还没找你算呢。再厉害的鉴宝大师也有打眼的时候，你也不能保证你找来的鉴宝大师就不会打眼吧？我找来的鉴宝大师就从未打眼过。这次我们的店铺会进来一批价值过亿的玉石，由他鉴定完全没问题。这位顾客，你是来购买珠宝还是来出售的？啊，老婆啊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就是我请来的鉴宝大师刘先生。啊，原来这位就是刘大师啊，这么年轻，真是失礼了。哼，一个毛头小子也会鉴宝，真是让人笑掉大牙。这样吧，我帮你们考验一下他的能力，他要是不会打眼呢，我就把那2000万还给你们，怎么样？好，你想怎么考验？很简单，我这里有2关。第一赌石，第二字画鉴定。你要是能在5秒钟之内鉴定出来，我就相信你的鉴宝能力。曲洋洋，你别太过分，你的韩大师也不能在5秒钟之内鉴定出来吧？那我不管，那你要是想要这2000万，你就要听我的。刘大师，这是我们之间的事情，跟你没有关系，你不用理他。没关系，5秒时间够了，甚至时间我还能缩短一些，2秒。什么？2秒钟？2秒钟？你要是能在2秒钟鉴定出来，我就额外给你1000万。不过你要是鉴定不出来呢？我给你1000万。好，我现在就去店里拿东西。哼。刘大师，你能来帮我，我就已经很感激了。可是你完全没有必要以身涉险，这是我们之间的事情。如果你输了，我心里挺过意不去的。没事的，既然他看不起我，那我就好好给他上一课。刘先生，有把握吗？那是当然了。来吧，刘大师。这我要是鉴定出来了，你可不会耍赖吧？当然不会，光我这个店铺都价值2亿，我岂会为了区区1000万丢人现眼？冰种翡翠价值3万，清代赝品价值50元。我已经鉴定好了。这个原石是真的，可以开出价值3万的冰种翡翠绿。你这字画我都不需要打开，我就能看出来，它是清代郑板桥的竹石图，不过是个赝品，价值50元。
胡说八道！我这个黑色石头就是从废料区拿来的。至于这个字画嘛，你说的不错，它的确是清代郑板桥的竹视图，不过真品价值5万。江玲玲，你这是从哪里找来的奇葩呀？一点鉴宝能力都没有。你要是不信，这不就有切割机吗？你可以切开看看是不是真的。至于这幅画，待会儿我再慢慢跟你说为什么是假的。来，我来帮你切。出绿了，竟然还真是价值3万的冰种翡翠绿，这怎么可能啊！刘大师，你真是太厉害了，不到2秒钟就看出来这黑色原石中的东西。曲洋洋，现在你服不服？不就是瞎猜中了吗？有什么大不了的？那你来说说，这幅画为什么是假的？至于这幅画，我从2个方面告诉你。第一，它的纸张太新了，一点发黄的地方都没有，一看就是现代高仿的。第二，它的画法并不是一气呵成，明显就是拼凑而成的，用水湿一下就能看出拼凑痕迹。你们看，刘大师，你真是太神奇了，这跟你说的一模一样。这不可能，他看起来年纪轻轻，怎么可能一下子说出真假？你到底是什么人呢？刘先生这鉴宝能力，在大夏都是排名第1的存在，真是太牛了。曲洋洋，你输了，愿赌服输，赶紧把这3000万转给刘大师吧。江老板，你这太客气了。刘大师，你实至名归，这2000万就当是你的鉴宝费，你一定要收下。那好吧。曲洋洋，赶紧转钱吧，你已经输了。早知道我就不来嘲讽江玲玲了，更不应该嘲讽刘晨，要不然就不会损失3000万啊！我真是嘴贱呢。谁说我不给了？我就不能想想吗？江玲玲，这次你是捡到宝了，我不会坐以待毙的。刘大师，你的鉴宝能力的确超出了我的想象，我愿意花费5000万，请你做我店内的鉴宝大师，怎么样？曲洋洋，你也太过分了，当着我的面挖人，太不地道了。那又怎样？有能力的人，我曲洋洋当然欢迎了。好了，你也不用想着高薪挖我，我是不会去的。现在把钱转给我，你就可以走了。我还要工作呢。这刘大师那可是我老公请来的，最起码也得给我老公一点面子吧。像刘大师这样高风亮节的人，岂能会为你的5000万心动？你走吧，你会后悔的。银行卡到账3000万元。刘大师，刚刚的事情真是太感谢你了。不用客气，应该的。江老板，你的玉石我和我老板已经运送过来了，原石费加运费共计6500万，您看怎么结账啊？等我先鉴定一下，再给你们结账。刘大师，这些玉石怎么样？老板，弄来的原石都是次品，不会被那个鉴宝师鉴定出来吧？淡定，那个小子太年轻了，估计是江玲玲赶鸭子上架的，根本就是走个过场。这笔钱我们一定会拿到的。你们2个没有什么话想跟江老板解释吗？解释？这有什么好解释？你们这一整箱的玉石，全部都是以次冲好的废石，价值1个亿的原石，连1块能出绿的都没有。你说什么？我这都是缅甸进口的上好料子，你凭什么说我这是一箱废石？看来你们是不想承认了是吧？行，我现在就报警，等警察来了，咱们一块一块切割。要是1块都没有绿，你们2个就等着把牢底坐穿吧。不要报警，我交代，我全部都交代。这原石是我们从河边捡来的，以为你们不懂，就打算坑你们一把，我们就跑路了。谁知道你们竟然发现了我们这样做，求求你们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，下次再也不敢了。我平时对你们不薄，你们竟然这样坑害我。老公，咱们报警，我要让他们牢底坐穿。好，江老板，饶了我们这回吧，我们当时也是鬼迷心窍，也不知道脑子怎么想的。
你们既然做错了事情，就要付出代价。江老板、胡会长，你们先处理这件事吧，我就先回去了。刘大师，这次的事情真的多谢你了。这样吧，我和我老公过几天请你吃饭，您可一定要赏光啊。你们来了。徐少爷，您说今天跟你比试的人，不会就是这小子吧？没错，就是他。现在的年轻人啊，没事就喜欢出来出风头，也不看看自己有几斤几两。古玩这种东西，可不是学个1、2年就能学出个名堂的。到时候老婆本都说完了，可不要撒泼打滚，可别怪别人没有提醒你。说得好。虽然我觉得你这样说许少爷并不好，但还是有几分道理的，是吧，许少爷？你说什么呢？你说什么呢？许少爷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行了，别废话了，说吧，你想怎么比？你们2人都以100万为赌资，这个没问题的。我们的赛制是这样制定的：你们2人在这古玩城内购得5件物品，3件古董，2件玉石，分件比试，价高者胜。最后3局2胜。不行，凭什么是3件古董2件玉石？这对刘晨不公平。为什么不行？赛制都是公平公正的。来，各位看官，今天我要与这小子做个赌保，还请各位看官做个见证。今天有这么多人在，难不成你怕了？我觉得赛制没什么问题，很公平。没事儿，你放心吧。不过许少爷，你别忘了，如果是我赢了，你和林潇潇的婚约就此作废，并且你还得赔偿我1000万。许木这个人阴险狡诈，事后他再不认账，正好这些围观的群众都可以作为赌约的见证人。我许木向来说1不2，断然不会后悔的。来，买啊！我赌许少爷胜，压许少爷的站这边，压刘老板的站这边。来，快下注！我压许少爷，我也是。哎，跟上！我也压许少。许少爷必定会赢了，就是说，我也压许少。这么惨，没有一个人肯定我的能力吗？现在赔率是1比500，刘老板输的几率是500倍。等一下，我们夫妻压刘大师5000万。这是谁呀？这么大手笔，他们2人竟然压刘晨5000万，我看这是疯了吧？你们难道看不出来根本没有人压刘晨吗？那说明他鉴宝能力不行，你们还要压他，还真是有钱人任性啊！胡会长、江老板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我们来给你助威的，一群不识真人的蠢货。嘿，等会儿就有他们哭的时候。好，比赛开始。等我。我回来了。你再不来，我都以为你要认输，连阵脱逃了呢。逃是不会逃的，毕竟潇潇还在等我呢。废话少说，比吧，我倒是要看看第1局谁先输。这是斗彩石花盘，请雍正官窑制，是我花30万购得的。你看它的成色，这画工十分细腻，以石花卉为主题，蝶恋花为点缀，实在是典雅。在我看来，这东西市场价至少是100万。给。这东西是真品，市场价是得100万。我这件是清代的田金面佛，是我花90万购入，市场价300万。确实是上好的金佛，金质厚重，做工精致，独具匠心，妙不可言啊！确实是个好东西。这尊金佛的确是真的。宣布吧。第1局，刘晨胜。第1局赢了又怎样？我只不过是随便拿出了1样古董，真正的好戏还在后头呢。第2轮就让我先来吧。这是一幅《钱塘观潮》，是明代画家唐衍的作品，市场价值应该在66万。哇，竟然是唐伯虎的字画，也不知道这是真是假。也不知道这刘老板是用多少钱买下了这幅画像，市值66万。少说买下它的价格也得在20-30万左右吧。这是我花2000块在路边摊买的，应该没什么问题吧？什么？只用2000块钱就买下了唐伯虎的真迹？这怎么可能啊？我也感觉不可能。难道
刘老板作弊，拿出别的钱拿来买古董，这也太卑鄙了。这是赝品。唐寅的作画风格一直都是清秀俊丽，造型十分准确。若是山水画，他的笔墨一般都十分清淡，术士画法严谨。但是你看这幅画，师傅，略带一丝瑕疵。再说了，这书画所用的宣纸也并非取之于明代。怎么回事啊，刘晨？你是不是购买第一件古董花费过于多了，导致后面没钱继续添置后面的物件啊？哎呀，连我都替你惋惜啊！你就这样输给了我，我也觉得不光彩啊。这是我的第二件物品，是我以2万块钱所购得的《长春富贵图》。哇，市场价至少有300万。许少爷买的这幅字画确实是蒋廷锡的真迹，我宣布第2局许少爷胜。哇，许少爷好厉害呀！2个不识货的蠢货专家就知道阿谀奉承许墨，一会儿我就让你们知道我这幅画是真是假，价值多少钱。行了，第3件是唐代的瑞兽镜，表面由铜制作，俯视面积较小，蓝色是孔雀蓝，金色代表祥瑞，蓝金结合简直完美，市场价少说也得30-40万吧。不就是一块破铜镜吗？怎么就值30-40万了？就算值30-40万，又怎么样？我这东西不比你差。这碗是我花10万块钱买的，再怎么比，也比你那破铜镜值钱吧？小子，这古董都是自己家店铺的，想要赢你很简单，你就等着输吧。我想问问刘老板，您买的铜镜花多少钱买的？花了15块，在路边摊买的。15块？你这钱漏也太厉害了吧！15块钱买到价值40万左右的东西啊，这不就是天上掉馅饼的事吗？这怎么可能？哎呀，刘老板可真是厉害啊！怪不得买那尊金佛也花了90万。哦，原来门路在这儿啊！佩服佩服！哎呀，我门路哪有许少爷广啊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许少爷您逛的那条街就有不少店铺是你许家门下的。你说什么？就算有我许家的店铺，那又怎么了？你大可去问问，我许墨光明正大，卖东西的所有票据都在这儿，你都可以看看我有哪一份造假了。你有没有造假，许少爷您自己心里清楚啊。刘晨，这第3局是刘晨赢，下面进行第4局，比试玉石。这一局我先来。真是该死，一块出绿的都没有。我许墨不出绿，你刘晨也不会出绿的。哼，我会不会出绿，你就睁大眼睛看着吧。天哪！哎呀，太神奇了！这竟然是极为罕见的冰中翡翠，价值100万呢！真是太不可思议了，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我现在对那最后一块石料是越来越感兴趣了。这居然是琥珀化石，价值300万！刘晨又赢了，这场比试简直就是碾压性的胜利啊！怎么会这样？我竟然输了！许墨，你输了，刘晨赢了，愿赌服输，我跟你的婚约解除了。李潇潇，你行了，转账吧。你不会想耍赖吧？啊，现场这么多人看着呢，来吧。哦，对了，许少爷，忘了跟您说了，刚才那幅画也是真的，市场价值100-200万吧。看来你带的这2个鉴宝专家也很一般啊。刘晨，你在我的伤口上撒盐，撒1次就算了，还要撒第2次，你真是太可恶了！哼，让开！
晨，今天真是谢谢你了，让我摆脱了许墨。都是朋友，互相帮助，应该的。刘大师，今晚我们夫妻俩在家设宴，希望你能来。而且我有个闺蜜想麻烦您帮一个忙，鉴一次宝，当然不会让您白帮忙的，报酬200万。行，我晚上会过去的。玲玲，你说的那个鉴宝大师什么时候到啊？你看你着急的，他一会儿就到了。我跟你说，别看他年纪轻，鉴宝能力可是一流的。既然我的好闺蜜对他的评价那么高，今晚我都要见识一下了。等你见识到刘先生的高超鉴宝能力，你一定会被他深深折服的，甚至都有可能会爱上他。这么神奇啊？当然。刘大师，悠悠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著名鉴宝大师刘晨。这是我老婆的好闺蜜赵悠悠，也是粤海集团的董事长。你好，赵小姐。你好，刘大师。刘先生，您做厨卫。好。赵小姐，听你闺蜜说你有件宝物需要我来鉴定，你现在不妨拿出来，我现在看。好。赵小姐，你最好听我一句劝，这玉佩你以后别戴了，戴的时间久了，恐怕会有血光之灾的。什么？会有血光之灾？这么严重？你该不会是在吓我吧？我吓你干什么？你最近是不是经常做噩梦，而且浑身抽搐，甚至打冷战，感觉气血不足，经常会晕倒？这你都知道？你这同心玉佩是被人下了煞气，若戴的时间久了，恐怕会危及性命。你若是想去除这煞气，唯一的办法便是将其扔掉，或者毁掉。怪不得我最近见悠悠气色都很差，我还以为是你公司太忙没休息好导致的。原来是这样。悠悠，你这玉佩是从哪儿弄的？这是我男朋友送给我的，说是找大师求来的，对身体好，这才送给了我。现在想想，细思极恐啊！你男友这是要害你啊！我回去得去问问他，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？是要好好问问。悠悠，如果遇到什么危险，记得随时跟我们联系。今天如果不是刘大师，我什么时候死的都不知道。你救了我的命，我给你转1000万当是救命费。您客气了。微信到账1000万元。多谢赵小姐。你的鉴宝能力是我最佩服的，你的未来一定会更辉煌的。那今天就这样吧，我就先走了，你们聊。去。刘大师，今天这事多亏了有你，不然他这次真的就完了。你真是我们的福星啊！嗨，别客气。稍等我一下。林老板，怎么了？刘先生，我奶奶过2天生日，你能陪我去玉石街挑一些玉石吗？好，没问题，我这就过去。今天晚上我做了饭，不如今晚……不好意思，我还有些事儿，饭就不吃了，有机会再约吧。我先走了。请。看一看啊。林老板，你看看有没有你想要的，我给你长长眼。好，看看吧，我的这些毛料啊，那可都是上等货，过了这个村儿可没这个店了。哎，这个不错，多少钱啊？这一块，10万，一口价拿走。好，成交。10万，这毛料真的值这么多吗？放心吧，我看袁氏什么时候走眼。好。哦，还有这个怎么卖的？这个嘛，既然是半开的毛料，我也就不跟你说高价了。你看这角角，肯定能开出玉石的。这样吧，5万你带走，这块石头我要了，10万。10万，好。你干什么？这块毛料明明是我们先看中的。没事儿，放心吧，我来处理。那个，我出20万。30万。这位先生，你还要继续出价吗？出300万。哎呦，嗨，算了，我看这毛料也不怎么样吧，我不要了，你拿走吧。那既然如此，就多谢了，老板，给我吧。好，你花300万买这么个东西，就不怕亏了吧？既然你这么自信，不如今天就当着大家的面将这块石头开了，让大家开个眼界，怎么样？对呀，让我们大家也开开眼界，到底是什么好东西呀？我看呀，这块毛料就不怎么样，根本就不值300万。你看这小伙子年纪轻轻的，
说不定根本什么都不懂。你们这是什么话？买卖是人家自愿，解释与否都是人家的自由，你们在这儿多什么嘴？没事儿，那既然如此，那就把石头切开吧。给。啊。哎呀，我看也不怎么样嘛。看这玉石的成色，就不是什么值钱东西。刘晨，我们不会真的亏了吧？你放心吧，相信我。好。哎呀，出绿了，真不错呀，这也太好看了。小兄弟，这块石头跟我有缘，要不400万，卖给我啊？陈老板，你怕不是傻了吧？这毛料根本就不值这么多钱呢。2000万，你卖给我得了。这东西是什么呀？竟然这么值钱！这块石头既然是这位小兄弟买的，要不你给大家说说吧。年纪轻轻就能有如此的眼力，真是后生可畏呀。这块玉石是100年难得一见的玻璃翡翠。玻璃翡翠。而这块玉石呢？稍等一下。你们看。没错，这就是老坑种翡翠，而且此翡翠十分的难见，像是这种纯正的成色，更是100年难得一见。原来是这样，今天真是大开眼界啊！这样吧，我给你加到3000万，我买断它。3000万呢？行，那3000万就3000万，就当是和陈老板交个朋友。收款到账3000万元。早知道刚才就该多要一些，我也不至于赔那么多啊！没想到陪林老板出来看个玉石，就赚了3000万，这好运来了，挡也挡不住啊！小兄弟，前面有一个高档的石料拍卖会，你要不要跟我去凑个热闹？石料拍卖大会，行，那就去看看。好，来啊，走吧，走。接下来拍卖的是这块原石毛料，起拍价100万。我看这原料不错，300万。这位先生出价300万，还有要继续加价的吗？我们要出手吗？表层挂绿，内里灰沙头，无价值。陈老板，我看呀，这块石料虽然表面有玉，但是它明显是一块外绿内白的灰沙头，根本就没什么价值。你要不再考虑一下？600万，600万1次，还有人要加价的吗？600万2次，600万3次。恭喜这位女士成功买下这块原料。请问这位女士是否要现场切割？切割，我也很期待。哎呀，刘兄弟，真是谢谢你了，要不然倒霉的就是我了。都是朋友，应该的。刚才出现了一点小插曲，这都是正常现象。接下来我们继续拍卖第2块石料，藕粉地的阳绿翡翠，价值3000万。这块石料表面纹路很普通，又是未开窗的毛料，我看不值钱。我看未必。1000万。这小子什么来头？竟然直接喊价1000万，这只不过是一件很普通的料子呀。是啊，他是来给拍卖会送钱的吧？真是人傻钱多。刘兄弟，这是什么操作？我看不懂啊！这块石料根本就不值钱，你还是赶快把牌子放下。陈先生，你就不用多虑了，他既然这样做，自然有他的道理。1000万1次，1000万2次，1000万3次。还有人要继续竞价吗？要是没有，这块石料就归刘先生所有了。既然是这样，我宣布，第2块石料就是刘先生的了。请问刘先生是否要现场切割？不用了，给我吧。这么好的石料，竟然没人竞拍，看来都不看好他呀，还是被我高价喊的，没人敢竞拍了。这是本拍卖会压轴的毛料，起拍价100万。哎呀，看着不错呀。哦，这个是一块半开石料，成色很不错。200万，400万，500万，700万。小子，我看上的石料，你们也会竞拍？哼，1000万，2000万。哼，1000万，2000万。小子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可是……管你是谁，这块石料我也看上了。你要有钱的话，咱们继续。行，小子，你有种！2500万，1个亿。哎呀，这2个人是杠上了，就是不知道谁能竞拍成功啊。我感觉贺少也能，
毕竟他可是京城来的玉石大家族的少爷，实力和地位双绝的存在。刘兄弟，你别敬拜了，那可是京城贺家的大少爷，咱们是比不过他。我管他是什么贺大少爷，我看上的石料，谁也别想抢走。行，小子，既然你这么喜欢，那就给你了。哼，1个亿1次，1个亿2次，1个亿3次。既然没有人继续加价，那么这块石料就是刘晨先生的了。好，请问刘晨先生是否需要现场切割？不用了。现在我宣布，本次石料拍卖会到此结束。刘兄弟，你不知道，那个贺云深可是个睚眦必报的主，我劝你啊，还是回去躲2天吧。嗨，你太紧张了，即便他真的来找我，我也能摆平他，不用如此大惊小怪的。咱们走吧。你没有事吗？小子，你胆子不小啊！敢抢我看上的东西，现在我给你2条路：第一，给我跪下，废掉你的4肢；第二，把石料交给我，你就可以滚蛋了。好啊，我选择第3条路。什么意思？我会把你们一个一个的都打趴下。小子，你挺狂妄啊！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实力，敢这么狂！给我上！刘兄弟这实力很猛啊！不愧是我看好的男人啊！这是什么情况？这小子一拳就把我的人全打倒了。现在轮到你了，我也给你2条路选择，你是想断胳膊断腿，还是断你第3条腿啊？你不能动我！你敢动我，贺家人不会放过你的！我的腿！刘先生放过我！刘先生，我再也不觊觎你的石料了。我愿意赔偿你500万，不，1000万来赔偿你精神损失费，饶了我吧！行，认错态度怪好啊，来吧。收款到账1000万元。刘总，好了，滚！好，这就滚。刘兄弟，没想到你不仅剑宝能力出众，就连武道天赋也是很猛的。刘先生，我有个不情之请，希望你能答应我。你说。我想要你当我的保镖。哎呀，我这每天这么忙的，哪有时间当你保镖啊？哼，有透视神眼在，我随随便便捡漏，很快就能成为100亿富翁了，怎么可能给人当保镖啊？哎，要我说呀，当老公还差不多。这可是你说的啊？那你以后就给我当老公吧。